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谢锦怡替姐姐去医院做检查，却因为走错房间而被误打误撞移植了孩子，是中什么抓马体验？望着躺在病床的人儿，脸色煞白，十分的虚弱。姐姐谢可薇有些恼了：“小妹，你这不是故意的吧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奇葩？凑巧的是，检查室的隔壁就是移植室，做手术不该去手术室吗？而自己妹妹只是做一个处女膜检查，再出来时肚里就有了陌生人的孩子。这事讲出来，估计都没人能信。姐，我早说过，以假乱真是行不通的。说起来，我比你更冤。何止是冤屈，谢锦怡这会儿都欲哭无泪了。她是个处女，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，就被莫名其妙地怀了孩子，这事搁谁身上都接受不了，好吧？你说后面的事咋办吧？谢可薇气鼓鼓地坐在床边，一声不吭，整个人都像泄气的皮球。她本想通过检查博得好感，从而嫁给富二代的顶头上司，谁料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不仅嫁人无望，就连家里的房子估计也要保不住了，想想就愁得慌。谁让你把家里房子抵押出去，只为去做整形手术，还买了许多奢侈品，这下好了，连老天都不帮咱们了。姐，要不你把奢侈品卖了，我们先换一部分贷款，最起码能留住房子。想到房子被银行没收，谢锦怡心里也不是滋味，那可是去世父母留给他们唯一的念想了。这事也怪他，若不是没有制止姐姐，也不至于落得这个地步。想都别想，那都是我的孩子，你见有谁卖自己孩子的？谢锦怡，你如今也是当妈的人了，咋还这么狠心？谢可薇不想再聊，提着名牌包气呼呼地走出病房。她觉得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解决的办法。更何况小妹是个存钱有执念的人，应该会有不少的积蓄，不至于让她露宿街头。而她只管继续美丽就好了。走廊尽头的值班室，一身名牌的林锦文脸色凝重地望着医生朋友：“做手术前你都不看长相的吗？”小文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做手术的是我同事，我当时被叫去开重要会了，要不我们再让他来医院捐一次。医生朋友扶下眼镜框，有些抱歉地望着他。这种情况估计没可能了，因为朋友的丈夫在酒后已经把事给说漏嘴了。算了，你把被移植的女孩资料给我，我要跟她见一面。给。医生朋友把资料给了林锦文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几天后，在一家茶室，优雅的环境以及大面积的绿植，让人身在其中心情都变好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林锦文，你就是移植了我的胚胎。谢锦怡尴尬地挤出一丝笑：“对不起，我也是受害者。”她想回归生活，就必须流掉孩子，但毕竟是一条生命，心里到底有些犹豫了。我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，随时可以做手术，你也不要担心，事后我会补偿你的。听说你住的房子就要被银行拍卖，我可以帮你啊。林锦文笑着微抿一口清茶，他要以最快方式解决眼前的麻烦，倘若被宋木槿知道，估计联姻的事就更没可能了。毕竟他这算是在偷摸地算计他，以他反骨的性子，一定会说服爷爷，让两家联姻的事彻底完完。那我考虑一下，
明天给你答案行吗？谢锦怡觉得，一个把她查得底朝天的女人一定不简单。她可以接受流产，但不能掉进旁人的圈套，所以她需要好好的想一下。好吧，这给你，拿回家慢慢的看一下。谢锦怡坐在出租车里，手里翻阅着国外学校的简介。如果她能乖乖听话，就意味着可以出国留学，还是选修自己最喜欢的设计专业。林锦文不愧是富家女，拿捏人的本事可谓一针见血，让她真的有些心动了。小妹，你都多余考虑，帮咱们还清贷款，又让你能出国留学，这不是天上掉馅饼，你撞大运了。谢可薇一脸兴奋地说。他就说嘛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事情总能迎刃而解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也好想出国深造，有了海外留学的标签，回国嫁个富二代，那不就是太简单了。眼见谢锦怡闷声往房间走去，谢可薇紧追在屁股后面，笑盈盈地说，小妹，你要不想出国留学，那我去呀。姐，这不是出国的事，我怕被人再算计。谢可薇看着精明，却是个十足恋爱脑，反倒是谢锦怡看似柔弱的性子，考虑问题更为缜密，比较起来，她才更像一个姐姐。几年前，父母因为车祸双双去世，要不是她精打细算，把父母留下的那点存款一分掰成2分花，就凭谢可薇没有节制的乱花钱，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。那我问你，你要生下孩子吗？谢可薇冷静下来后反问。谢锦怡摇摇头，那还有啥好纠结的？我们没得选择，只能接受他的安排，至少还能得到一些可见的好处。谢可薇说完后，无奈地耸耸肩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被动接受现实才是唯一解决事情的办法，难不成还有神反转吗？姐，我想睡觉了，明天还有早班呢。那我走了，你好好想一下吧。谢可薇拍一下他肩膀，才优雅地转身离开卧室，换一身夏季新品裙子，兴冲冲去酒吧赴约了。他可以3天不吃饭，但绝不能1个小时不恋爱，因为妹妹的失误，让她无望嫁给顶头上司，那自己不得继续寻找目标，开启新恋情。喂，哪位？谢锦怡握着手机，看一眼陌生号码，狐疑地问。我叫宋木槿，你移植的胚胎有我一半，我想我们该见面聊一下。明早10点，我在商场1楼的咖啡厅等你。还不等他拒绝，对面就挂电话了，有些没礼貌，让谢锦怡闷闷地盯着手机屏，一时间竟没睡意了。他开灯下床，进厨房给自己下碗螺蛳粉。谢锦怡只有在吃饭的时候，心才能安定下来，这是他排解忧愁的秘密武器。因为一天被2个陌生人关注，他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以至于破天荒的失眠了。咖啡厅靠窗的位置，一个稳重却孤冷的男人正坐他对面，随意打量一番，低声说：昨晚失眠了吗？很意外，男人声音竟意外的十分迷人。啊，这几天遇到事太多了。谢锦怡有些拘谨地低下头，喝着杯里的咖啡，心里就开始揣测眼前的男人与林锦文的关系。我跟他是相亲对象，也是长辈希望联姻的对象，我对他没兴趣，倒是你。他刻意的欲言又止了，就成功挑起谢锦怡的好奇心。我怎么了？他们互不相识，不能因为移植错了胚胎就要强扯上关系吧？
他满心是抗拒的。开玩笑，他还想谈一场甜蜜如糖似蜜的恋爱，可不想为了孩子而嫁给一个陌生男人，这不是闹吗？我需要解除联姻，而你是最好的突破口，谢小姐。若你不反感的话，我们可以合作双赢。他笑着举起咖啡，与他友好地碰个杯，然而他却就地猛圈了。宋先生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与其猜来猜去，他更想听最终的目的。宋木槿淡笑地凑近，用指尖擦净他嘴角的泡沫。谢小姐，我想跟你家结婚，既然你已受孕，不如生下这个孩子，免得杀生。宋先生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不做代孕。你要是想要孩子，可以找个女人谈恋爱，比如林小姐。自打知道这个孩子的生身父母，谢锦怡就开始抗拒了。在你肚子里，他就是你跟我的孩子，你只要陪我演一出戏，孩子我养，你可以获得自由和财富。谢小姐，你就不心动？宋木槿耐着性子地问。他拒绝地摇头。宋先生，你提的条件我不能接受，相比生下孩子，我更喜欢林小姐的安排。但恕我直言，你们的这些行为让我觉得难以理解，所以我不会接受你们任何一个的建议。正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了。喂，是谢小姐吗？我是。最近的陌生电话莫名的多起来。我们是银行这边，谢可薇，您认识吗？她是我姐。谢锦怡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她欠我们银行100万，已经逾期1个月了。您是她唯一亲人，可以联系到她吗？谢锦怡在简单聊几句后，便匆匆挂了电话。她尴尬地望一眼对面男人。宋先生，我同意你的建议，但你要多付我100万。1斗米难倒英雄汉，而他姐现在欠的是100万，不得不接受现实，是他唯一能做了。这就是他为何一定要变得有钱，因为没钱的时候，人的尊严是最不值一提的。成交，走吧。见他起身，谢锦怡跟在屁股后面问，我们要去哪？我一会儿还要上班。宋木槿猛地停住脚步，让他硬生生撞在他怀里了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先去办个假的结婚证，再陪我去见爷爷。不行，他一口回绝了。宋木槿微顿，你一天工资多少钱？我一天打2份工，也就500吧。谢锦怡照实地说。我给你1000，这总可以走了吧？宋木槿从钱包取出10张现金，朝着路边豪车走去，而身后的谢锦怡因为腿短，想要跟紧他，就急得额头冒汗了。听说你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为何要连打几份兼职？好好拼事业不好吗？他坐在后座，望向他后脑勺。宋先生，你是富裕家庭的孩子，恐怕不知道生活的艰辛吧？不然为何大多数人都要为碎银几两而忍受无尽的勾心斗角？但相比之下，没钱的日子更难熬。你挺励志的，难怪爷爷会对你几分满意。除了家庭这一块，老爷子对谢锦怡都相当满意。既然孩子都有了，老人家也就只能接受这个肤白貌美的孙媳妇了。几分？他有这么次吗？他的话让谢锦怡都有点自我怀疑了。宋木槿趁着红灯，将头转向他，似笑非笑地说，你不用在意，我只是就事论事地说，在我眼中，自强自立的女孩可以是100%的优秀，而且像谢锦怡这样的女孩，看似柔弱没主见，
却是能冷静处理问题，让他刮目相看。谢谢，现在能送我回家了吗？忙碌一整天，他这会累得浑身无力，连眼皮都是强撑开的。要先吃点东西吗？这附近正好有家餐厅，做的南方菜十分地道。一想到吃的，谢锦怡就咽下口水，肚子也咕咕叫起来。好吧，这一天忙着辗转几个地方，不仅错过午饭，更是连晚饭也没顾上吃。他完全想象不到宋木槿的家人多到让他惊呆，而且他的家世也是比一般富豪还要豪上几分。与这样的富豪合作，随便指缝一漏，也能让他这辈子吃穿不愁，脑海里已经开始浮想联翩了。家里的钱与我无关。到地方，宋木槿停下车才悠悠地说：你不会懂读心术吧？谢锦怡一脸狐疑地望着他，他嘿嘿一笑：你面部表情太丰富，早已经出卖你了。谢锦怡，要知道你是拜金女，我就不该跟你合作。宋木槿突然有些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了，毕竟身为这样的拜金女是很难摆脱的。宋先生，你恐怕没得选择吧？我们都是受害者，谁也别编排谁。谢锦怡恨不得一切从未发生过，他一样可以解决棘手的问题，无非再多打几份工，银行里再想收回钱，也不会舍得把人逼死吧？你还真伶牙俐齿。宋木槿佩服地朝他竖大拇指，不得不承认，谢锦怡是个有趣的女孩。彼此，我第一次来，你来点餐吧。说完，他就拿出手机，专注地玩手机了。玩物丧志。宋木槿点晚餐，轻飘飘地来了一句。他是个工作狂，除正常电话沟通，连个微信都极少用到。宋先生，我没在玩，我在找我姐呢。说着，谢锦怡将两人聊天记录在他眼前扫一下，才有些嘲讽地问：宋先生，你没用过微信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狐疑地反问。谢锦怡温柔地笑笑：别人在聊微信，你都以为是在玩，可见你根本不用微信。宋先生，现在不少工作都能用微信来沟通，你不会还停留在电话聊工作吧？他微微一愣，突然将手机递给他：帮我下个微信。好。谢锦怡只能接过手机了，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到自己脚了呀？跟这样古板的人相处，他能适应吗？小区楼下，被送到家后，谢锦怡朝他挥手告别，谁料某人竟然直接下车。我们需要住一起，你看哪天合适，我来接你。宋先生，我能多句嘴吗？他冷厉地回一句：不能。你这么优秀又有钱，为啥不自己找个女朋友？结婚证是假，女朋友是假，唯独孩子倒是你的，你不累吗？宋木槿微扯一下嘴：我一直秉承宁缺毋滥，所以宁愿花大价钱雇一个，也不会费心思找个磨人精。你对女孩子有偏见，算是吧，如有冒犯，还请忽略。宋木槿开车扬长而去，而呆立在原地的谢锦怡不禁长吁一口气，若无意外，他这是遇到奇葩了。客厅的茶几旁，谢可薇用力敲一下小妹的额头：你是不是傻？把孩子生下来还要去男人家里住，你没听过杀妻惨案？不要命了呀！他虽然爱买奢侈品，又没有多少上进心，但是对于这个唯一亲人还是十分关心的。姐，你又欠银行100万，
而且已经逾期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谢锦怡很没力气地问。哈哈，小妹，你相信我被网络诈骗了吗？听着大姐敷衍的谎言，谢锦怡从嘴角挤出一丝苦笑地说：姐，你要是能乖一点，我或许不用冒险答应跟他合作，所以拜托你以后戒掉奢侈品，好吗？好，姐发誓，若是再碰奢侈品，就不要活了。谢可薇朝他坏笑一下，就逃命似的跑回卧室。28岁的女人，活得还不如一个孩子成熟，她这是被宠坏的后遗症啊！谢锦怡无奈地叹口气，爸妈不在了，她只想跟姐姐好好过日子，只要生活过得去，就是苦点累点，她也认了。宋家老宅，林锦文拿着礼品刚进门，就看见宋老爷子正朝菜园子走，没敢迟疑，他紧跟着追过去了。宋爷爷，我给你拿管子。见他要浇菜，他忙撸袖子，伸手要帮忙，老爷子也没拒绝，笑呵呵地由他帮着倒忙。小文，上午过来看宋爷爷，你不用去公司上班吗？老爷子明知故问地问。他尴尬地一笑，宋爷爷，我跟木槿哥哥的事，你都听说了吗？指的是商业联姻被取消的事。老爷子专注地摆弄菜园子，一旁的林锦文却有些急促。宋爷爷，我很爱木槿哥哥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小文，他们2个都已经领证，而且那女孩还有了孩子，这事你比我更清楚缘由。既然你跟小景没有缘分，不如就算了吧。他之所以赞成联姻，也是因为林锦文的爷爷在2人当兵执行任务时救过他一命，不然他才懒得插手孙子的婚姻。现在好了，一场乌龙竟把小景跟陌生女孩凑成一对，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，他自然不能阻挠。宋爷爷，那如果有一天他们俩过不下去了，他说到一半就欲言又止了，毕竟不是好的预言，说多了招人烦。只要小景愿意，宋家大门一直都为你敞开。不过小文啊，你该去上班了吧？宋爷爷最终还是没忍心说出，毕竟是看着长大的女孩，心里对她还是抱有期望的。酒吧，员工的休息室，谢锦怡正在收拾东西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进来吧。开门进来的竟是男同事罗浩佳，一个木讷害羞的男人。他们平时没有多少交集，谢锦怡很奇怪，他为何会来找自己？罗浩佳，我已经辞职了，你有工作可以问江南。他说的是接替他工作的女同事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听说你辞职了，所以想来跟你告别。说完话，罗浩佳一张脸都通红了。其实他长得挺帅气，就是平时不善于跟人打交道，总被人忽略，算得上是酒吧的隐形人了。哦，我最近家里出点事，所以不能再来做兼职了。他笑着解释。罗浩佳微点点头，将一个首饰盒递给他，慢吞吞地说：谢锦怡，过几天是你生日，我们可能见不到了，所以提前送你一份礼物，不是啥值钱的，你千万别嫌弃呀。谢谢。见他都这么说了，谢锦怡只能勉强收下，随后从储物箱里找到一个手表，这是我优秀员工的奖品，是个男士手表，送你正合适。因为不想欠人情，谢锦怡把唯一的奖品送人了。谢谢你，我会好好珍藏的。罗浩佳高兴地接过手表，眉眼都是难掩的兴奋，就连谢锦怡悄悄离开，
他都全然没有察觉。可见这份礼物是他梦寐以求的了。宋木槿帮他开了车门，余光一瞥，看到躲在暗处的一个身影，突然的开口问：“你有男朋友吗？”“我有男朋友，怎么可能跟你假结婚？”“宋先生，拜托你问问题的时候走走心好吧。”谢锦怡系好安全带，望一眼工作2年的酒吧，虽然是一个兼职工作，竟有些不舍呢。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载你去孕检。他边开车地说。啊？哦。谢锦怡都有些不适应，孕妇这个新身份，一想到新生命的孕育，她嘴角都微微扬起了。晚上想吃什么？他突然的又问。谢锦怡双手抱拳地望着他。宋先生，说话前咱能有个预兆吗？你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！他好不容易眯一觉，就被他给灵魂拷问的吵醒，心里狂躁得很。对不起。他稳稳地停下车子，一本正经地望向他，空气的突然安静，让谢锦怡轻咳一声。那个，我想吃火锅，超辣的那种。哦。宋木槿憨憨的点头，重新启动车子，导航去最近的火锅店。宋先生，你没谈过恋爱吧？谢锦怡没想到他会好脾气的回答，一般遇到棘手的问题，霸道总裁不是都用吼掩盖过去吗？毕竟没有恋爱经验，不是啥值得炫耀的事，甚至有些丢面子。你呢？他声音淡漠地反问。我还年轻，不着急找男朋友。谢锦怡尴尬地别过头去了，拿起一瓶水，猛灌一大口，慌乱的心才冷静下来。整个晚饭，两人都有意闪躲，一顿丰盛的饭，愣是吃得险些消化不良。好在回到家后，房子足够大，谢锦怡等他分好房间后，就一溜烟地逃了。真应了姐姐那句话，彼此陌生的2个人，连呼吸空气都觉得稀薄了。医院，医生办公室，一个戴眼镜女医生看一眼检查报告，1周后再来复查，才能确定是否着床。医生，那这1周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医生赞许地看一眼宋木槿，你这个老公真不错，懂得心疼人。我把注意的都给你写纸上，回去慢慢研究吧。一出办公室，宋木槿就递给他一瓶水，让谢锦怡眼前一亮。这么帅又贴心的老公，还真是少有的，就不知以后哪个姑娘有福气，能真的嫁给他了。不想喝吗？他关心地问。谢锦怡忙摇摇头。宋先生，你真的很适合当老公，不仅体贴，还十分温柔。真的很好奇，你这样的宝藏男人，咋就没女孩追求呢？他嘴欠地问。那你追我呀？宋木槿将水塞到他怀里，转身就往大门口走去，看背影都透着生气。宋先生，我兼职丢了，你不帮我找个新工作呀？谢锦怡这次随意的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，一脸笑盈盈地瞅着他。某人完美的侧脸，他看得一下子呆住了，明目张胆的眼神，完全不顾及被看人的感受。嗨嗨，他一阵咳嗽，让他忙收回视线了。外面闹哄哄的，真吵。谢锦怡的话完美搪塞过去了。入夜，谢锦怡正在聊微信，一个头像闪过，让她一瞬间惊讶。工作安排好了，一家咖啡厅，由你来做经理。她惊讶过后，赶忙发去回复：宋先生，谢谢你，但我白天还有工作，这份工作我恐怕胜任不了。不用你去上班，
挂个职而已。宋木槿关掉手机屏幕，他一向最讨厌裙带关系，如今竟也为了帮到他而步入世俗，想想很没趣的苦笑。算了，就全当是做一次扶贫济困了。某日上午，谢锦怡正在看电脑，一个电话打进来了，看一眼是之前同事，她直接接通了。喂，小鱼。谢姐，你最近见过江南吗？没有啊，他怎么了？一听电话里的焦急，谢锦怡也跟着上火了。他3天前下夜班，就在没有上班，我担心他出事，正打算去警察局报警呢。我陪你一起。谢锦怡挂断电话，就打车去了2人回合的地方，忙活了一上午，直到下午2点才终于从警局出来了。而他也已经累得虚脱，望向太阳毒辣的天空，竟没征兆地晕倒了。再醒来时，人儿已经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身旁是宋木槿。看他一脸的冷漠，谢锦怡试探地问：你怎么来了？小鱼呢？他已经回家了。他叹口气地坐床沿了，深邃的眼睛望向窗外，有种伤心的感觉。谢锦怡隐约听到刚才医生讲的话，抱歉地说：对不起，我不该着急找朋友的，因为我儿流产，你很难过吧？宋木槿凝神与他对视，良久才低声地说：你以为我在担心那个还未成型的胚胎？不然呢？他耷拉一张脸，脸色阴沉，是个人都会害怕的，好吧？你的同事江南被人贩子拐走了，以后那个酒吧的人都不许再联系了。他一脸严肃地说。谢锦怡一脸的震惊，但还是听话的点头。那孩子没有了，我们俩是不是？他忐忑地问。宋木槿微顿几秒，才回答：结婚是假，怀孩子也可以作假，就当一切正常，把戏演足了。见他一脸的蒙圈，他又低声地说：我工作太忙，没时间接触新的女人，你就暂且再假装一段时间，等到爷爷们放松了，你是去是留自己决定。话刚说完，谢锦怡手机短信响了，打开一看，竟是罗浩佳发来的，告诉他自己也辞职了，有机会希望能再见面，还提到手表很喜欢，会一直珍藏的。谁？见他专注，宋木槿低声追问。他不是一个控制欲强的人，但见他失魂的样子，心里竟有些吃味了。一个同事，他也在酒吧上班，不过也辞职了。宋先生，我何时能出院？话说，他姐邀约他吃晚饭，说一下新工作的事。今下午能出院，不过就你这副样子，先不要见你姐。谢锦怡沮丧地叹口气。宋木槿也没搭理他，而是出门打电话了。不一会儿，他拿着午饭走进病房。正在他们低头默默吃午饭时，姐打进电话来了。喂，大姐。小妹，我去新公司报道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就连工资也是涨了1倍，你替我谢谢妹夫啊，拜拜。谢锦怡放下手机，一脸狐疑地望着他，是你帮我姐找的工作吗？他微点头，继续低头吃饭了。谢谢，他感动地说。好好吃饭吧。宋先生，你真好，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他这绝不是夸赞，而是来自肺腑的感谢。看他平时冷冰冰的样子，倒是还有一颗火热的心，让人觉得暖暖的了。不要太迷恋，我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他一语中的，让谢锦怡脸颊一红，忙解释：宋先生，我就是单纯的感谢你，你有钱又有颜值，
我哪个敢攀？他边收拾饭菜的残渣，边赞同地应了声，简直自大到家了。谢锦仪这会觉得自己就像从天空被丢到尘埃，憋闷得喘不上气，哪有人一边献殷勤，还一边泼冷水的，完全搞不懂了。谢锦仪，我的情况你知道，考虑一下做我女朋友吧。宋木槿递给他水的时候，突然的开口问：啊？谢锦仪被他直接整懵了，迎上他的目光，竟不知如何回答了。我是不婚一族，但并不妨碍我谈一辈子恋爱。与你相处后，我觉得你很合适，就想白嫖呗。他嘴里小声地嘟囔着。一般渣男都喜欢说这样的话，遇事也不需要负责，妥妥玩的那叫一个高明。宋木槿猛地凑近着他，一瞬间的逼近，把他吓得险些呛到：你不会想杀人灭口吧？他温柔敲一下他的额头，才低声说：就你这爱幻想的脾气，当什么设计师就应该去写小说。他无所谓的耸耸肩：有人肯发工资，我也是可以出山写小说呀。宋木槿见他不服气的样子，瞬间被他逗笑：你果然是有趣的灵魂，谢锦仪，做我女朋友吧，就算哪天出啥意外，你可以分走我一半的财产。这么好？他肯定的点头。那我就更不能答应了。在他看来，这分明是妥妥的陷阱啊！天上可能会掉馅饼，但绝不会砸到他，而且还是这么大一块。他习惯了过苦日子，还是安分地做个设计师，自食其力挣的每一分钱，花着才踏实。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。谢锦仪斩钉截铁的一口拒绝：宋先生，不用考虑了，我不会做你女朋友。说完，他就侧过身去装睡，懒得再纠结这没意义的话题。总裁办公室，张秘书敲门进来，拿着一份文件递给宋木槿：宋总，这是准备好的出国手续以及学校的资料。做得好。他看一眼，继续低头忙工作了。张秘书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凑近地问：宋总，送出国了，您不会后悔吗？他跟着宋木槿多年，深知宋总的脾气秉性，头一次为一个女人上心，估计是动心了，但把喜欢的女人送出国，他就有点理解不了了。多事。张秘书俨然是嫌工资太高，急促追问：宋总，要不您带她去游乐场一趟？女孩子都喜欢浪漫，说不定她就对你有感觉了。你很闲。宋木槿放下手里的笔，一脸冷厉地盯着张秘书。一个男人如此八卦，是该考虑把他一起发配去国外了。宋总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忙，就先出去了。张秘书忙不迭地掏出办公室：明天正好周末，陪我去个地方。他编辑好短信，从微信发给他了。好的，宋先生。很快，谢锦仪就回复了。他以为是参加家宴，没想到竟是一场意外的惊喜。大晚上来游乐场？谢锦仪狐疑地问。他望着游乐场的设施，在月光的映照下，竟有些意外的朦胧美，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，让人心里充满憧憬。还是第一次晚上来游乐场？晚上不能来吗？他嘴角微扬地反问。宋木槿没谈过恋爱，不知道如何才能给女孩子浪漫，但所幸有个爱看小说的张秘书，看过他的恋爱手记，才有了今晚的约会。我想坐摩天轮。既然来都来了，谢锦仪就想尽兴地玩一场，偶尔做个孩子也没啥不好吗？
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当摩天轮转到最高处的时候，安静的天空竟然放起了烟花，绚丽的色彩仿佛将天空撕开一条口子，让灰蓝的天空变得活跃起来，让谢锦怡看得眼都直了。喜欢吗？他肯定的回答，让宋木槿也感触的嘴角微扬。既然你喜欢，那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谢锦怡愣愣地望着他，他说的喜欢与他说的丝毫不搭边，这不是偷换概念吗？宋先生，我喜欢烟花，你误会了。宋木槿也不恼，用指尖划过他额头的乱发，柔声低语地说，而我喜欢你。谢锦怡第一次被男生表白，竟是在摩天轮上，头顶是滑入天际的烟花，真的有些浪漫了。姐，我在外面。正在气氛正好时，谢可薇电话打进来了，然而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，你姐姐勾引我老公，已经被我堵在酒店，你要来给他收尸吗？女人恶狠狠地说。马上到。谢锦怡望一眼宋木槿，宋先生，我要去救我姐，我陪你一起。好在酒店离游乐场不远，他们很快就赶过去了。门被推开的瞬间，两人都惊呆了，因为林锦文也在其中，正安慰一旁哭得眼肿的女人，而他姐和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落寞坐在沙发里，如此阵仗，让谢锦怡看得头大。姐，怎么回事？她低声问。谢锦怡知道姐姐是恋爱脑，但破坏人家庭的事，她铁定是不敢干的。还用问吗？她勾引我老公来开房，破坏人家庭的小三，就该被送去警察局。女人朝着谢锦怡就低吼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来送文件，这是一场误会。谢可薇急着替自己辩解，要不调监控吧。宋木槿冷静地开口，他也不信谢可薇会看上如此窝囊的男人，遇事一声不吭，其中必有蹊跷。不用了，老婆，我回家跟你解释，信我一次好吗？男人哄着女人离开了，而走到门口时，女人又瞪一眼谢可薇，姐妹俩没一个好东西，以后都离我老公远一点，不然我跟你们没完。哼！谢锦怡脸色微变，心知林锦文一定添油加醋了。女人吃醋起来，还真是啥都敢做。在她看来，这很有可能是某人一手策划的，让她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天差地别，或许是道永远跨不过的坎。我要回家陪我姐几天，她淡淡地说。宋木槿微点头，有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手机随时开机。谢锦怡回避了他的目光，拉着姐姐的手离开酒店了。此时此刻，她最不需要的就是他的关爱，就当是他自卑感在作祟吧。半月后，谢可薇把鲜榨的果汁递给他一杯，趁机说，小妹，你该回去了吧，夫妻俩分别太久，会影响夫妻感情的。姐，我们要是回到苦日子，你能接受吗？谢锦怡一脸严肃地问。啥苦日子？你要跟宋木槿离婚吗？小妹，你要是觉得姐姐给你丢人了，我可以从你眼前消失，但你别下姐好吗？谢可薇见他一脸的忧郁，一颗小心脏瞬间抽巴的难受了。没事，就是随口说说。谢锦怡朝他一笑，安抚地拍一下谢可薇后背，姐，有你真好，不是无依无靠，不是孤苦无依，有亲人陪伴的感觉，她是该知足了。知道我为你好，那就乖乖回家，好好跟妹夫相处，别再郁郁寡欢了。你要相信一个真理，
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，比如妹夫。知道了。谢锦仪被他终于逗笑了。傍晚，当谢锦仪躺床上望向窗外时，一弯明月正挂在远处的树梢，朦胧中却有种归属感，让他嘈杂的心竟意外地沉静下来了。这时电话竟响了。喂，半月以来，宋木槿第一次给他打电话，意外中有一丝的兴奋。原来在不经意间，谢锦仪已经对他动心，微妙的改变，连他自己都没察觉。爷爷，想见你了，让我明天接你回家吃饭。他淡淡地说。好啊，我也正想爷爷做的狮子头了。宋木槿停顿会儿，才又说道，谢锦仪，无论爷爷明天是讲什么，都交给我来处理，好吗？谢锦仪放下电话，再看向窗外，就是乌云密布了，如同他的心情郁闷到极致。宋家老宅，宋爷爷做一桌子美食，望一眼拘谨的谢锦仪，笑着说，锦仪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快尝尝。爷爷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谢锦仪刚开口，一旁的宋木槿就朝他摇摇头，暗示他不要冲动，一切交给他就好。爷爷就想听你说话。爷爷，我跟宋先生其实是假结婚，而且孩子也没能保住，所以您尽管骂我吧。小景，是这么回事吗？爷爷望向孙子问。宋木槿被动地点点头。宋爷爷见状，才又看向了谢锦仪，爷爷早就知道了，只是见你们相处得这么好，也就庆幸当初没一早揭穿你们了。锦仪，你要是愿意，就继续当我孙媳妇嘛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爷爷，我恐怕不能答应你。谢锦仪在此刻是感动的，但一想到心里的那道坎，就只想逃离了。或许在某天，他们变得匹配了，是相互成就，而非单纯的依附，他或许才敢承认这份感情。机场候机厅里，谢锦仪淡笑地望着宋木槿，我以为你不会来送机了。毕竟现在的他们非亲非故，而他又拒绝得那么彻底，原本以为他会记恨自己许久呢。我没你想的小气，一路平安。宋木槿笑着说。谢锦仪眼看要登机了，温柔地抱住他，宋先生，我们的相识太过奇葩，但我不后悔认识你，而且我希望我们有缘能再见。好好保重自己，我会去看你的。他抱紧的力度很明显是不舍的。宋木槿望着已经消失的背影，嘴角闪过一丝苦笑。第一次的表白就这么把人给吓跑了，真不知还能否有缘再见。不过他不管有没有可能，都想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，才不辜负这场相遇。全剧中，